节课呢，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尖圆形的修模方法。接着这节课来看一下，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标准的方形应该如何修模。方形和椭圆形一样的，我们都有一个起始点和收尾点的关系。来观察一下上节课的椭圆形，我们要稍微的压低一点点甲片去进行贴附，对不对？不然它就会翘起来。但是方形呢，反而是我们要抬高一点点收尾点，而且要抬多高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想要做的这个拱度多么的明显。如果你想要做拱度特别明显的方形，我们的这个甲片要贴得更高一些，才能留有余地去拉出侧直线的这一个拱度的范围，理不理解？并且呢，方形的甲片我们一定要用 C 弧的浅贴，这种筒形的甲片去贴。来看，如果你是使用这种往内收的梯形或者是什么水滴形、尖形的甲片，你是不可能去留出来方形的这边笔直的侧直线的。看明白没有？跟这个杏仁形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要它本身就是往尖了去收的甲型的话，你就是要去用这种瘦的甲片，你用方形很难修出这么漂亮的尖圆形的。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了？好的，我们按照上一节课教的方法去服贴一个甲模啊。接着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 C 弧浅贴，要抬起来的去贴的同时，包裹住我们左右 AB 点，具体抬多高看哪里？看你指尖想要做出来的一个弧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成品，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你想要保留的这个拱度越高，我们抬起来的角度就要越高。那么它抬起来的同时还要包裹住侧线，所以我们选择什么？抬甲片的时候，我们选择的甲片要比正常的甲片正常平的去贴的甲片大2个号啊。然后呢，我们的方形抬起来的角度，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到你要做多拱，对不对？然后其次要看侧直线，这个侧直线是什么呢？平行于我们的指骨，看得见吗？平行于我们的指骨，从我们指甲的侧边这个样子拉出来的一条直线，保证侧直线和我们的拱度达到我们的需求去抬起来。你多抬几遍你就知道了，这个需求大概是要到多少。我们的这个中心点和椭圆形不一样，方形的这个中心点会高于，看啊，方形的这个中心点会高于我们的甲根处，看得见吗？它会高于我们的甲根处，具体高多少取决于你想要做多方。好的，挑选合适大小，就是比我们正常的甲片大2号的甲片了之后，我们要抬起来去贴甲片，胶水要稍微的比我们正常去服贴的浅贴要多一点。然后一样，我们要照顾到什么呢？指骨中心线。指骨中心线一开始看不懂，多贴几次你就看懂了。然后呢，我们去服贴，先服贴中点，看到吗？然后呢，角度这个样子转过来它就滑了。但是角度来看要抬起来去贴的同时，要保证包裹住我们左右的 AB 点。先固定住中间，确保我们的指骨中心线是对齐的。然后甲片抬起来。等它中间固化好了之后，我们再去掐住左右两边 AB 点。如果这边缺胶了，我们真人实操也有胶，是可以直接补胶的，对不对？左右两边 AB 点，补胶的同时，甲片内部正常情况下，我们操作顾客的话，我们是用什么？是用底胶去填的。那么练习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底胶去填了，我们着重练习是修甲型，我们就直接用胶水去填满就可以了。来看填好胶水了之后，我们用镊子去掐住左右两边的这个小尖尖，方便它进行服贴的动作。然后等待胶水完全固化。好的，等待胶水完全干透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修行的步骤。那么实际练习的时候，大家是5根手指一起贴的，因为你要练就是练我们操作顾客的步骤，你一根一根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你要把5根手指练习的都差不多。然后呢，方形修行的要点就是拉顶部直线。那么这个本身我们用的就是好修直线的甲型，所以我就给它剪掉一点点啊。假设这个是顾客的手指头，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拉顶部直线？其实我们的方形和梯形都是一样的，角度很重要，我们一定是90度垂直于我们的甲片。如果是说我们往外摊开来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正常操作顾客的时候，我们往外摊开来的，我们先磨到的是什么？是不是磨到底部的这2个小角角？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往外凸的弧线，对不对？然后呢，你一不小心过于下压了，过于下压我们的纱条，我们的纱条就会磨到什么？顶部就会得到一个往内凹的弧线。所以是说我们要掌握的是，也要90度垂直于我们的甲片，不要下压，也不要上扬。
然后呢，固定住甲床，来回拉直线。如果你的纱条修行的纱条过于的粗糙，颗粒过于的明显，这样来回修的时候就会觉得颗粒感很严重，正手不舒服，所以要挑选合适粗细度的纱条。正常情况下，100或者是180目的纱条都是合理的。那么太细了，我们去练习修甲片的时候，因为甲片很厚，如果你的纱条过于细腻，是那种240目的，它就不适合来修我们的甲片，因为甲片太硬了。好，先把顶部的这个直线拉直了之后，一样倒过来去检查我们有没有出现一高一低的情况。倒过来直接微调，操作顾客的时候也是倒过来微调的。我们修梯形的实操课是不是有讲？好的，微调好了之后，确保我们后缘的直线和顶部的直线是平行的关系，然后是什么？笔笔直的状态。你看啊，没有是斜直线，从侧边观察 OK 了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拉侧直线。如果是练习这种假手指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薄一点的钢板锉来看啊，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楔模尖尖了。因为跟椭圆形不一样，我们是整个卡住侧直线，然后平平的去拉直线，慢一点拉侧直线。你想要你的方形的侧直线标准的情况下，你不需要很开心的去拉啊，很开心的就是你很用力的去磨，不用，我们谨慎一点，慢一点，少磨几下，其实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个方形的甲片，你只要把这里的衔接处拉直来就 OK 了，不需要磨太多。然后呢，这个侧直线，首先第一个平行于你的指骨，平行于顾客的指骨。然后我们会遇到这种手很软，然后第一指关节很翘的顾客，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去判断他的什么指骨中心线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我们需要什么呢？让顾客的手放松，让他的整根手指头平行于地面，看得到吗？平行于地板。然后我们去看这个中线。其实我们这条线就是平行于地面的，因为你的手首先要平行于地面，你的手指头从侧边观察平行于地面放松，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侧直线是不是平行于我们的指骨中心线呀？保持一个水平的状态的同时，这里不要抬起来去修，就是躺平平的卡在我们的侧线上，轻轻的把它拉成一条笔笔直的直线。方形最重要的就是它够方才够高级。那么另外一边侧边是不是同样的？我们一样，微微的把前端多的地方往上修，然后慢慢的我们去延伸到我们的甲床的侧线。我这里不好卡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边留了空隙，看得到吗？然后我这边的空隙留的很少，所以你们贴甲片的时候一定要是往小一点的去贴，这边的空隙一定要留出来。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什么和侧直线变成一条直线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小结。多出来的这一小节，我们轻轻的给它带一带，立起来，确保它变成笔直的直线。好，我们用海绵抛去掉多余的灰尘。其实方形真的很好修，你只要甲片贴对了，你就是拉直线而已。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形是不是120度的角度拱度？拱度是因为你这里指尖抬起来了，然后侧直线就是笔笔直的，要延伸到整个甲床的侧线上面，支甲的侧线上面去。我们仔细看一下本甲本甲甲床的侧线到底是在哪里？就是你整个用纱条往上延伸，差不多都能延伸到你甲床的1/2的这个地方，看得见吗？是可以拉出一条笔笔直的侧直线的，理不理解？都是可以往上磨的，任何一个支架都是可以往上磨的。那你要是正常操作顾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往上延伸，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本甲和侧线这个地方是有粘连的，你的前处理没做好。理不理解这个细节了？纱条是可以卡到我们整个侧线，然后往上延伸的哦，就跟这个甲模是一模一样的，是可以往上延伸的然后抬起来的角度90度的垂直的方形，一样。用什么？用打磨机，我们去修一下台阶处，转速开到10左右。同样的，我们的阶梯打磨头，基本上如果是方形的话西湖浅贴的甲片都只用打磨左右两侧的台阶就可以了。磨的时候同样要注意，要把它当做真人来练习。不要碰到什么顾客的皮肤，对不对？只要打磨两侧就可以了。
中间为什么不用打磨？因为中间我们要填胶的，后续我们要练习什么？跟真人手指头一样，练习我们的延长、塑形，看要用塑形夹夹它，延长、塑形和什么做建构的情况下，中间这个凹陷的地方肯定是会被填起来的，所以中间无需浪费时间去打磨。好的，像这个样子，我们的甲型就完全修好了。好的，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方形，它的这个高点，对不对？中心点看得到吗？中心点是高于起始点的。方形的收尾点的甲片的中心，你不会修方形，修不好方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甲片抬起来。这个中心点是高于我们的起始点的，然后侧边是一条笔直的直线，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锐角。接着我们再去做塑形和建构。线上的修行的话，我们实操课是有讲的，主要是练习底部轮廓线。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椭圆形、梯形还有尖圆形这一类甲型，它的起始点和收尾点要在同一直线上，甚至你再压下来多一丢丢，多个5度的一个角度都可以，它就不会是一个上扬的飞起来的指甲，对不对？但是方形不一样，方形的重点是我们的这个中心点，看啊，我们的这个中心点是高于甲根的起始点的。明白了没有？要抬起来去贴，你才能得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拱度哦。接着方形讲解完了之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标准的方圆形，我们应该去如何修磨。标准的方圆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例的，它一定是在修好方形的基础上，去把两个角变成一个什么圆角。那么这两个角应该从哪里变成圆角呢？目测指尖啊，目测指尖把它均分为5份，取到左边右边的1/5，看得到吗？这个蓝线。取到左边右边的1/5，这两条线要找到这个角角左右对称一样，都是1/5，看不看得见？1/5的一个长度，把我们画出来的这个1/5变成什么呢？我们把它整个尖尖朝着我们的怀里，看得到吗？整个尖尖朝着我们的怀里，把这个小尖尖角1/5的长度面积变成一个左右对称的一个小弧角。就这么简单，看得见吗？有点不聚焦啊，我再来给你们聚焦的，用海绵泡稍微修一下下。好像这个样子，起始点、收尾点，这个小角角的起始点、收尾点都是1/5，然后我们用这个角朝着自己啊，用这个尖尖正对着自己去磨一个什么左右对称的弧线就可以了。然后它就从一个方形变成了一个方圆形的圆角。那么你左右对称的1/5，你已经知道1/5是多少了，你再去找另外一个角，是不是很好找到它的面积范围？这样我们就可以磨出一个左右对称的方圆形了，理不理解？同样，磨完右侧去磨左侧的时候，找到1/5，用眼睛找到1/5的面积范围，然后拿出我们的砂条去把这个角角从锐角变成一个什么圆角。并且这个圆角你磨的时候不要磨太多，轻轻的带一下就好了。我们只要把这一点点变成一个圆角的同时来看这个圆角的弧度，你不要磨得太扁了，或者是你磨得太尖了都不对。怎么样才是对的？跟你右边的这个弧度差不多才是对的，看得到吗？两边要差不多才是一个左右对称的方圆形，明不明白了？再来，我们要把方形变成标准的圆形。什么叫做标准的圆？标准的圆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操作顾客，会很少，但是会出现在你可能要去考试，去日本考真 EC 啊或者真 A 的考核的时候，有可能考试会出现。那么这种标准型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一样，来找到我们指尖的这条直线，把它均分为两半，看得到吗？这里的直线的长度挪到侧边来，看到吗？这里的直线的长度挪到侧边来，1/2。方圆形是什么？指尖长度的1/5去磨两个圆角。然后呢，圆形的话呢，就是我们指尖长度的1/2挪到左右两边的侧边一样，要找左右对称的关系，看得到吗？是这个样子，1/2的两个点。然后我们去把它磨成一个圆，半圆的形状。具体这个半圆是什么样子的来看，你们可以找到你们手头上任何一个圆形的物体，去遮住它的一半。好，遮住它的一半来看啊，那当然不可能有人会拿量角器去量你磨的这个半圆有没有这么的180度，
但是呢磨的跟它差不多，对不对？那个才是课堂上的，就是教科书式的标准。说实话，就是这是课堂上的标准，做客人很少，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基础形状啊，标准的圆形。了解了半圆的形状了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半圆去修磨一个标准的圆形。一样，先磨一边的弧度。脑海里面回想着，哦，刚刚的半圆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弧度，我们不要把它磨得太圆或者太尖、太扁、太尖都不对，要像半圆才是对的。先磨顺手的一边，磨得差不多了之后啊，眼睛看着我们的左侧去磨什么？磨右侧，都不要超过我们的定的点位，这个1/2的点位啊，不要超过它。磨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们倒过来看一下，和我们要达到标准的半圆还有多少弧度的区别。来看啊，指尖就是看指尖的这个形状，好像左右两侧还不够落下来，那我们就再收，再往中间收一点点。好，收的差不多了，一样倒过来去找左右对称，只看中间的，只看这个指尖的这个弧度啊，只看这里。然后我们用海绵抛轻轻的把这个颜色给大家抛掉，也是指尖要下落式的磨，因为我们甲片其实是有个厚度的，我们在做延长啊，我们在做上光疗胶之前，这个厚度我们是下落式的把它磨掉，看啊，往下落。好，接着在这个转折处不能那么明显，轻轻的用海绵抛给它带一下，让它不要有一个很明显的锐角就可以了。但是它还是一个由直线变成弧线的一个过程啊。剪接一下左右两侧的尖尖，清洁干净甲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圆形。标准的圆形是什么？旁边是侧直线，然后指尖是什么？指尖是一条弧线，看得见吗？像这个样子才是一个标准的圆形。正常情况下，我们做的就是椭圆形会比较多一点，或者是尖圆形，对不对？这种标准的圆形做长指甲的很少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好的，那么我们关于甲片的修行的课程内容就结束了。最后我来教大家，就是这个甲片托，你用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接着再利用？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想要偷懒的话，你是不是把它给剪掉，然后重新磨，重新修甲型，然后把面上的厚度磨薄一点点，我们就可以接着再用了，像这个样子。然后面上我们给它磨薄，再重新贴甲片。然后呢，如果你实在是这个都已经被你磨坏了，就是内部你有可能就是这个甲床被你磨坏了，直接抠，或者拿指甲剪给它剪掉。拿卸妆钳也是可以的，直接抠掉了之后呢，我们用砂条打磨一下这个地方留下来的甲片。好的，磨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着再去重新服贴甲床。重新服贴甲床，然后重新去练习我们的贴片延长。好的，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拜拜。